不是来玩的，我真不是来玩的。美人，我来了。美人呢？美人，这儿。这是50伞。这位客官想来也是走错路了。这是何处？这儿，玉农馆的空屋子罢了。什么声音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去里面看看。不可。凭何不可？是妖怪。倒在这儿了，快来人呐！郎君，郎君，你醒醒啊，郎君，醒醒啊，没事吧？什么美人啊，怕不是又吸食多了50伞吧？哎呀，先把郎君扶起来。出了何事？凡人误闯，生了疑心。小娟这是在玩什么？我哪里在玩？没事吧？误闯的凡人如何处置了？不是，将他抹了神石，扔出去了。刚才是谁在踹我？老子弄死他！长安这地方也太吓人了，幸好我跑得快。小师兄，咱们还是回山上吧，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是啊，这里的确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修补了一夜，终于修好了。这回换了新的指术，效果比之前好多了。52。哦，原来是舒先生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长安又出现了禁药50伞，这不，我已经带人搜了好几日了。50伞？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们也小心一些。哦，对了，52，我要跟你说个消息。说。你们家那梅小郎君，他近日是不是还住在你府上啊？是啊。那你可知他昨日在哪儿？当然是在国公府。瞧瞧你，天真了吧？你们家梅小郎君啊，昨夜想逛柳巷来着，幸好被你兄弟我挡回去了，还好没让人走了歪路。兄弟我够意思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他要去逛妓院？我不信。小珍倒是信得过他。他呀，本就不是那般性子的人，做不出那样的事情。52啊，你这些年前后也见过不少郎君了，往日你对谁这般信任，怎么偏生对他什么都信？
这郎君的本性便是喜新厌旧。旧？难不成你俩早就看我厌烦了？这人之本性，本就不能由男女来界别。倒也是，罢了，你心中有数就行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小珍，你真的这么信他？信啊，像信你一样。伍子书，做什么？你我联手，便可为所欲为，将夷君。不是，我跟你毫无干系。毫无干系？难道你忘了从前吗？当年我的骨头落入泥土，湮灭无踪。我耗费了全部精力，一毫厘一毫厘地挪动着，才让它重新破土而出，来到世间。外面下雨了，咱们进去吧。鸭子肉碎。哎。都是注定的，我注定要回到这世间，而你乃是上古兵书，你的命运不可辜负。大师兄来信了。听闻长安妖乱，失地重伤，盼两位速归，共商大计，除长安妖孽。怎么样，师哥？我们今早启程回去吧，到时候再带着师兄们杀回来，也为你出口恶气。长西宫避世100年，如今想重回长安，只怕没那么简单。大师兄既然提出来，说明早已深思熟虑。更何况，降妖除魔本就是我们长西宫弟子的使命。别说避世100年了，哪怕是避世1000年，此刻也该义不容辞。我昨夜虽进了一次妖室，但太过于匆忙。妖室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？
其实我心里也没底。那怎么办？我暂时留在长安，继续打探妖氏的情况，再从长计议。这长安真的这么乱吗？你们昨晚有没有遇到什么怪事儿啊？还真有。啥？昨天晚上，我不知道是喝醉了，还是产生了什么幻觉，我分明看见床板上裂了一条缝，这白光一闪。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满鼻子的甜味儿，好像掉进了糖水铺子里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那里头的碗和勺子叮叮咚咚的在那乱撞。转头我还看见一只比人还大的蜜蜂呢。我昨晚也是，我仿佛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地方，在那儿有一间酒房，但那个老板根本就不是人。那是啥？那老板是只又瘦又小的猴子。我看见了，那才叫吓人呢，满街的怪物呀！人界之事，确如朱颖所说，昨夜结界出现漏洞，许多人称自己进入了什么梦境，见到了什么精怪。如今结界虽已修复，一时半刻不至于暴露妖师所在，可是流言越来越多，难免引人怀疑。这些凡人向来忘性大，以往即便是有什么纰漏，左不过也就是混淆了他们的神识，不用几日便忘了。只是这次，为什么闹得如此之大？其实吧，从前这结界便有缺，不过1、2处而已。若及时发现缝补，自然不会轻易察觉。这辉长老嘛，哎，这老耗子要不是因他的所作所为，结界也不会破裂甚多。这人人都遇着怪事儿，人云亦云的，是不是，白长老？啊！你们继续，我听着呢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诸位还是一点法子都没有啊！平日里你们苛责猫公倒是卖力，现在你们4大门惹出了通天的纰漏，怎么就一个个都往后躲了？舒大人请息怒，那辉门所为是他自己一时鬼迷心窍，与我3人实在无干。我们也并非推脱，只是此事实在是过于棘手啊。就是，小猫公一向动人可口，舒大人也是智计双绝，你们定能想出一些应对之法。我懂嘛，洗耳恭听，你们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。唉，左右，我是费不动这个脑子的。大人，依属下之见，未免闯入者有所遗漏，酿成大祸，不如彻底一点。何谓彻底？人多便嘴杂，不如将那晚出现于柳巷附近之人弄哑，悉数除掉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最快的方法。我有一种妖毒，无色无味，可下于水井之中，凡人自取自饮，官府倒也难查。胡闹！你可知昨日出入柳巷者有多少人？57人。那柳巷周围商户又有多少？112户。你又统统都杀了？妖是近1000年基业，若被发觉，千万妖灵难再太平。我这是以大局为重。但你刚才也说了，那是辉长老惹的祸，怎能转嫁给无辜凡人？区100-200人，还不如他们王侯将相一场攻灭死的人多呢。凡人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，我们又何必墨守成规？你堂堂妖宫副手，竟将遵循妖律说成墨守成规。妖律有言不得滥杀，我自然知道。可区100-200人，何谈滥杀？
区区100-200人，杀一无辜之人也算滥杀。小珍，在妖室叫我大人。大人，如果凡人发现了妖氏的存在，定会一发不可收拾。我这也是在为妖氏着想。舒大人所言不无道理，本长老也以为……我记得我才是猫公。无论如何，我都绝不认同要因为一个万一杀了1万的道理。身为妖氏猫公，我劝告各位，任何人都不能妄心杀戮，这是规矩。舒大人，请你记好了。好，那就依大人所言，属下前去备备妖律。伍自书所言之法，虽是为妖氏着想，可的确有些过于偏激了，怕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此事我一力承担，定会处理干净。诸位散了吧。你真生伍自书的气了？他的脾气向来如此，对除你以外的人，都难免尖锐些。我一直觉得我很了解他，但没想到，在他眼里，人命是如此的亲切。在人的眼里，我们这些妖怪的命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200年前，我以白蛇郎之名混迹于人间，认识了段郎。我们以写书而相识，他写断案折狱，我写妖怪志异，可谓是天作之合。他说他倾心于我，我信了。他说他接受我所有的好与不好，我也信了。他说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我还是信了。然后呢？后来，他意外发现了我的妖身，仓皇而逃。段郎，妖怪啊！我以为再也不会与他相见，可没想到他去而复返，还说要与我重归于好。阿白，咱们成婚吧。
在酒里放了什么？你在酒里下了药。成亲，真把自己当人了。哼，去死吧！我永远都忘不了他的样子，龇牙咧嘴，面容狠厉。谦谦公子，何其无耻！你一向不与我谈及过往，为何今日跟我说这些？我同你说这些，并不是为了伤怀，而是想告诉你，小猫，不要妄想看穿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这世间万物皆有黑白两面，你靠得越近，它的另一面便越锋利。这50伞的味道还真是……哎呀，昨日里啊，胡言乱语的人还真不少，有说碰见妖的，有说遇到仙境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哎呀，我倒是觉得成仙呀，还不如在这柳巷玩个3天3夜有趣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长安可是天子脚下，阳气重得很，哪来的精怪？是啊，黄总领，千真万确，我真的见到了50伞。所以，你还是去了玉龙馆？这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看长安风致，看柳巷，美色近在眼前，而你却只看到了50伞。梅思史这个表弟，我真不同凡响啊。不过你说这50伞哪儿那么容易得？果真是50伞。送，队长。大人，这猫公的法子倒是不错，如今百姓都在传，说这玉农馆的馆主滥用50伞，还意外将50伞落入了水源之中，才令得不少人饮水之后出现了幻视之症。小猫这招声东击西的确是不错，既查封了这地方，又解决了那些凡人对妖氏的流言。看上去，此次风波已然过去了。好巧啊，柳娘子。梅四郎怎会在此啊？哦，我这不听说柳巷这边有妖界幻境的流言，想着过来探探消息，没想到竟是50伞捣的鬼。梅四郎怎会来探求这流言？我读这白蛇郎写的《妖鬼札记》，见跋语中说，此书是白蛇郎给心爱之人所著。我想这白蛇郎心思巧妙，甚是有趣，我也想向他学习学习。啊，那梅四郎打算怎么学啊？哦，我不是平日里喜好作画吗？我想着亲自去收集一些志怪故事，然后做成一本画册，这不就是一份独一的礼物，送与柳娘子，想必柳娘子定会喜欢。走吧。哎，柳娘子。不过大人，那白蛇郎确实有趣啊。哎，方才柳娘子没有瞪我，想必她是喜欢这礼物啊。
小郎君，他们都说我今年的桃子没结好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买吧。那儿，到他家买吧。无妨。老人家，帮我装一些。这桃好吃吗？小郎君，小娘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上了年纪了，口里吧也尝不出什么滋味。这桃子酸吗？酸。无妨，我喜欢吃酸的。为何喜欢吃酸果？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棵枣桃树，结的果子又小又涩，比这个酸多了。可我每年都期待那棵树结果，因为只有那棵树的果子，没有人惦记，都是我的。哎呀，难得小郎君喜欢，来，小郎君，再多拿2个啊！哎，多拿2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桃树可不好养活了，一旦过熟，又苦又涩，生的呢还酸。哎呀，这大好时光啊，太短了。多谢老人家。听闻西山夏花将至，后日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好。小师兄捎信让我出城买马，看来是想通了呀。也不知是不是想出了对付妖氏的主意。若是没想通也无妨，只要离那狐狸精远一点，就还是我们长溪关的好弟子。上将大师，狐珠娘子，上将大师，你怎么来如意楼了？我是来如意楼吃饭的。这位郎君，是喝酒还是听曲儿？我要包一桌酒席。狐珠娘子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就这些，够在你这大吃一顿了。不是，你还是……郎君这边请。走吧。狐珠娘子果真没骗我。快吃吧。怎么了？我们如意楼的饭菜不好吃吗？倒也不是。其实我今晚不单单是来如意楼吃饭的，待会儿还要去趟南街。这么晚去南街干嘛？师哥让我买马。买马？雷郎君最近阔绰了，不骑驴了？是上路需要。上路？若是好马，回衢州自然能快一点。你要回衢州了？是啊。所以此次前来，也是想找狐珠娘子道别。相识便是缘分，此番一别，你我只能来日再见。狐珠娘子，保重。
霜降大师，狐珠娘子，因我乃是至交，你心中不舍，我心中亦然。但霜降自有霜降的使命，是必须去完成的。我是想告诉你，南街不卖马，买马得去北街。多谢狐珠娘子。就他这一块小碎银，怕是连桌上的一壶酒都买不起。是啊。既然狐珠娘子如此富裕，不如先把香料的钱给结了。够吗？够是够，不过显然狐珠娘子对我没有对那霜降慷慨。话真多。那梅郎君的表弟为了口吃的都要当街卖艺，你一个百年大妖跟他比什么？掌柜的，香料已经分发完了。掌柜，那可是上好的苏合香，咱们什么时候降价了？话真多，就是不够。这大事了得挺快呀。怎么着，霜降大师，这条命归我了？师哥买马是为了拴车？是啊，我二娘子的马车太过引人注目，梅小郎君亲自驾车而来，岂不是很贴心？师哥怎么想的？不是要走吗？怎么是看花啊？我看府上的画本里，都是郎君折花送与娘子。那些画本都一般的很，也有女子折花送男子的。是我狭隘了。若牵那头驴子来，就跟上次一样了。上次西郊之行，其实我曾梦到过五娘子。梦到我什么？行轻浮之举。我就说，自那之后，你就变得奇奇怪怪的。无妨，我梦回来便好。狐狸精！你说什么？那吴二娘子真是只狐狸精！霜降大师，你骂人可以，不过你下次骂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换一个词？别老狐狸精狐狸精的。难道还有比狐狸精更贴切的词吗？你干嘛？我看见你变活的，滚！可惜花期将近，若是有什么法术，能让百花常年盛开便好了。四季变换，花开自有其时。便是有法术，也不该违背天理。你笑什么？想起了国公府的猫。哪一只啊？一只梨花猫。你不怕它？它很是和善，倒是与我有些投缘。它
他那不是河山，他是莲香西域。他定是喜欢你生得好看，恰好我也喜欢。下山太久，是不是忘了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？这不合规矩。小郎君，有些时候不用这么讲规矩的。我伤势应该好的差不多了，也该离开吴国公府了。你要离开？是。那我呢？什么？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讲？你要走便走，我还能强留你不成？小郎君光风霁月，想与我保持距离，那我也得识趣一些。走。驾。师哥，他们驾走的是你的车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城吧。怎么又没车，又没马？有脚。把行囊拿上。哦。四郎，为何还没送进去啊？回家主，郎君不知为何将这房门给反锁了。反锁？我就知道你这逆子！家主，让开！起来！起来！你既然是在做正经的事儿，为什么要把门反锁呀？爹，孩儿自是受了您多年的影响，才决定洗心革面，废寝忘食的用功学习。但我又怕您操心我的身体。你花言巧语的蒙谁呀？从前你沉迷于作画也就罢了，如今倒好，学会了斗鸡走狗，玩泥鳅。爹，他不是泥鳅。哦，这不是泥鳅。难道是文昌转世啊？对呀，他就是文昌转世。爹，这是孩儿多方托人跋山涉水，好不容易才请来的。有他在，孩儿今年定能高中。他还会写字，不信您看。他文昌转世，定会写字。
他一定会写字的，他真的会写字，他。果然是文昌转世啊！你看，这分明是个文字啊！爹，你从哪儿看出来它是个文字？看，神明在上，我愿奉上千金，3生6畜，为您重造金身，只求保佑我儿还给我，今朝得中，只求保佑我儿今朝得中啊！其实你要真的对他有意，又何必着急把话说开？多留他几日嘛，快活几日算几日。不明不白的，多没劲啊！人家未曾想再进一步，就说明我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。难得啊，咱们武二娘子头回为情所困，总得让我伤心个2日吧。成，那我就找几个武官小妓陪你唱唱曲儿，让你热闹几天，定然就把那负心汉忘了。好吧。今夜就在这儿歇脚吧。先吃。慢用啊，慢用。哎呦，二位，这边请。二位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2间厢房，2碗阳春面。啊，还要那个碟松醋鸡、酒鬼炒肉、冬芡醋芹，水盆羊肉，还有糊饼。您能吃了吗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付得起。哎，劳烦坐吧。哼，哼。哎，小石哥，你说那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没入秋呢，穿这么多，我都热得冒汗了。勿讲他人是非。这是房牌，请收好。哼！既然要吃这么多，那你也得动一动，把这些行囊放到屋里头去。哦。好。几位，大尖儿还是住店？看不出来吗？这阵势，老子们打劫！打劫！
郎君很是阔气啊。别过来！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，以为自己是大仙儿啊？还笑？交钱？交钱呢？没有。怎么不肯给？在下身上并无半两钱财。我看你这身装扮，出远门不带钱，不太可能吧？带了，不过包袱在屋里，不如我带阁下去取。不必。你当老子是第一天出来混呐？像你这样细皮嫩肉、自作聪明的人，老子见多了，还想骗老子？小二，哎。找到包袱了吗？小三、小四，去2楼。好。都说欲壑难填，看来古人承不起我。哎，奶奶的，你的房间会吃人吗？怎么上去都没动静啊？不如你亲自去瞧瞧。我？不然他们都上去了，你可要掉队了。怎么还有一个还不上来啊？就这个最聪明。小二，报官。快点，走，走！哎，瞪什么瞪啊？郎君，在下昆州裴季雅，多谢二位相助之恩。不知二位高姓大名？在下梅竹雨，这位是射地双将，不必多谢。方才之事，也是为了自救。恩情自是该报的。不知二位用过晚膳没有？不如在下做东，聊表谢意。师哥，要不……多谢。请。双将郎君若还有疑，但问无妨。你怎么穿这么多？我有病，娘胎带的。我自小
身体羸弱，见不得光，3伏天都得多劈2剑。哎呀，真是可怜人。霜降郎君，下一问是？没了。今日见到梅兄，是裴某有幸。梅兄智勇双全，裴某不胜感激。在下不会饮酒。小师哥不喜饮酒，裴郎君，我陪你喝。以茶代酒。郎君风尘仆仆，可是从长安而来？正是出来游玩。真好。我自幼长在长安，后来因家事离开，现居昆州，很多年没回来了。早听说长安现在清静许多，各界都颇有规矩。裴郎君所言各界是指？裴某说的是，朝廷各部颇有规矩。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好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说起来，郎君身上的气味倒是颇为丰富、有趣。什么味道？身上有一些心柔制皮革的气息。马鞍可是新配。你怎么知道？梅郎君身上还有些许药味，艾叶、桂枝。近来可是受过伤？这都闻得出来。还有一些女子的气息。这句是玩笑。我见梅郎君一表人才，想必有不少女子心者，客此打趣。说到女子，倒是想起我的青梅竹马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身体不好，外人见了我，避而远之。只有她待我不同，我与她心心相印，情投意合。只可惜世事不如人愿，家中远迁，去了昆州，将我二人分隔天涯两地。我这半生，为了我这陈科救急，吃了不少苦。可再苦，我都忍得下去。我总记得，我唯一一次哭，就是因为他。以前身体不好，纵使心中万千喜欢，也不敢求取。如今身体渐愈，我立刻奔赴长安。这一次，定不叫他失望。裴兄弟不远万里奔赴长安，用情至深，真是感人肺腑啊！郎君呢？可有心仪之人？有。可否说说二人的故事？人生自是有情事，只是我与他没这个缘分。原来如此，梅郎君有出世之见，可我就是个俗人，只想和他结发夫妻，长长久久。
梅郎君，不知我一句。相去万里，也可深远心境。若彼此真心相待，天定不负人意。多谢郎君。这是我最近吃的最饱的一天啊！这裴郎君人真不错，小师兄，你认为呢？奇怪。奇怪？哪里奇怪啊？我觉得这裴家郎君同我们有点交浅言深了。嗨，这裴郎君看着身子虽然弱了一些，可为人还是挺热情的，估计啊就是爱说话吧。也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就是吃太多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把手给我。怎么样？没生什么重病吧？看脉象来说，像是吃坏了肚子。行。可为何还有一丝中毒之象？走，去找大夫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二位慢走啊。郎君锁。这姓梅的倒是谨慎的很。官差那边打点的如何？使了些银两，那些劫匪过几日便都能放出来了。这局做的天衣无缝，郎君不必担心。郎君，这个屋内只有那个大个子的包袱，可要打开看看。不必，我对他毫无兴趣。郎君，婢子不懂，郎君本小毒岛那梅竹雨，怎么只毒了霜降？我这次用的是香毒，需要配合酒水、食物。可这梅竹雨，酒未饮，饭未食，自是无用。原来如此，那姓梅的给郎君添堵，要婢子说就该要下的狠些，要了他的命才是。长安传来消息，他跟表妹已毫无干系。一个败军之将，杀他干嘛？而且我这么善良。郎君说的是。罢了，好歹见到了人，也知道表妹喜欢什么样的郎君。
在你离开时，曾留暗符在门上。探身符，可见来人所用术法。若来者用的是阴邪之术，会显黑色；若用的是道术，则显白光；若是普通人，则无光亮。那朱红色是邪修。邪修？师父说过。我怎么不记得？所谓邪修，是西域的邪术，以血肉为眼，用来驱动术法。虽然术力有限，但是修炼的方式却极端残忍。我想你会中毒，应该是有人刻意而为之。可是，那我是什么时候中毒的？我跟你同吃同住，怎么会只有我中招？方才那宴上的酒，我没有喝，吃的我也没有碰。小师兄说的是那裴寂啊，可是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呢？如果他是故意的，那么所谓的恩情，说不定也在他计划之内。况且，他方才还提到了长安各界，如今又事关邪术，不得不防。那这怎么防？你即刻启程，赶回长西宫说明情况。我回长安，探探他的底。好。虎真，虎真，
一直固守，却未等到光亮那一刻。此生辜负太多情字难舍，人言交换你安乐，看片片花瓣都掉落，可为爱陷落又何错？目光闪烁，怀里浸透，如何再见？你回眸，曾奢求一吻。哎呀，没事吧？表哥，好久不见，表妹。你可知道昨夜如意楼的事儿啊？听王卿和县主又有了新欢，这吴二娘子啊，还真是一如既往。就我，还有忙能帮得了你？对，四哥常年周转各家宴席，可有认识城门郎的关系？我还真认识。何事？从城外回来的路上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之人，我想打探一些情况，解除心头之虑。你若是不着急，给我2日时间，我去熟悉一下，到时候问何事都成。行，那麻烦四哥了。小事。对了，我回来路上听到有许多人提起五娘子，她还好吗？她好得很。你这一日不在长安，我甄姐已经翻篇了。这如今是新人胜旧人，你已经成旧闻了。现在长安议论的是，清河县主在如意楼和一年轻郎君众目睽睽，举止亲热。年轻郎君，不逗你了，这传闻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。哪一半真，哪一半假？亲热是真，新人是假。此话何意？就是这个郎君不是新人，那就是我甄姐的青梅竹马，她舅家的养子。昆州裴家大郎裴季雅。在下昆州裴季雅。探身符，可见来人所用术法。那朱红色是邪修。梅郎君，你回来了。五娘子呢？后院，府中有客。果然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原来裴郎君来长安要寻的是五娘子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原来梅郎君是冲着表哥来的。你们的事情我听表哥说了。说什么？我将我们相遇的事情变成趣闻，说给表妹听。没想到表妹与梅郎君竟也相识，真是令人意外。怎样的趣闻？梅郎君做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啊。放心，我只是据实相告。梅郎君与我等偶遇，后来遭遇匪徒，吓得我家婢女小巫小珍花容失色，是梅郎君英雄救美。
后来与我们同桌儿时促膝长谈，他二人现在还仰慕梅郎君呢。哦，对了，表妹，梅郎君还祝我们彼此不负。瞧瞧，多大方！他一向大方。梅郎君，这次来所为何事啊？裴郎君此次前来，又是何事？梅郎君难得对旁人感兴趣。裴家生意以香料起家，这次斗香大会，表哥千里而来，暂居国公府。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号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五娘子，昨日你驾走我的马车，我一路步行回城，想必我的腿伤肯定是复发了，只好再打扰五娘子几日。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这国公府内院，岂是一个外人能住得了的？裴郎君能住，我自然也能住。你我可不一样，我跟表妹是青梅竹马，少时我就住在这儿。我与五娘子乃生死之交，前些日子我也在这住。行了，都住下吧。我这国公府能养10个。二娘子，这梅家郎君不是说要搬走，怎的突然回来了？二娘子早就知道梅家郎君会回来。我不知道，只是听表哥说了，他们在西郊相遇之时，我就猜测小郎君可能会回来。因为裴郎君，这梅家郎君好生奇怪。他不奇怪，我反而觉得表哥有点奇怪。不知这2位郎君，二娘子有何考量？又要跟阿姐报信，还请二娘子给个答复。不偏不倚，作壁上观。梅郎君，觉得我这一身如何？敢问裴郎君，西郊之遇，可是偶然？世上哪有那么多偶然，都是机缘。那昨夜，裴郎君可曾去过我房间？梅郎君，可是丢了什么东西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其实梅郎君不必故意揣测我来长安的用意。虽名义为斗香会，但我并不在乎。我在意的只有表妹。看得出来。前几日，梅郎君说心仪的女子，可是表妹。是。既然如此在乎表妹，为何又说无缘呢？我自然有我的缘故。看来在梅郎君心里，表妹没那么重要。梅郎君，房间已经备好了，郎君可以先去休息了。弟子就说嘛，郎君的药就该下得狠些。我还是心太善。
我记得少时我们常玩这个，不过那时花样少，见识也没如今的精美。日子都是越来越好的，我却觉得少时好，那时只有你和我。不过表哥的头弧数倒是比小时候差不少。是啊，多年未玩了。听闻表妹喜欢才子佳人的画本，这些都是最近时兴的，我替你搜罗了来。不喜欢了，这些画本写的都是女子择婿、郎情妾意、缠绵悱恻的故事，无趣。虽说这故事俗套了些，但结局圆满呀。圆满？何谈圆满？都成亲了？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找个如意郎君。为何？什么？我说，为何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找个如意郎君？女子玉软花柔，自该找个依靠，有个归宿，如珍似宝的被人护着，一生一世，百岁无忧。表哥说的对，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找个靠谱的依靠。怎么又有要找他麻烦？这小鼠妖还真是没用。是呀。你这里什么书都有吗？你要找什么书？寺门的老头子让我加固妖氏结界，我来你这找找办法。妖氏结界？你是？我就是猫公。有件事问你，从前那种糖糕的做法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蛇公还没来，许是还得有一会儿。我是给大人拿点吃的。我没有点吃的，是有人叫我拿给猫公的。早就同你说过，让你少吃点糖，瞧瞧，牙疼了吧？别说我了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你放心，等下的集义我替你去。不过就是牙疼，心情不好，骂了会长老两句，那帮老家伙不敢对你怎么样。谢谢。甘愿为大人善后。这糖不是被无字书禁了吗？说是太甜了，容易伤小妖们的牙齿，怎么又开始卖了？不知道。听闻你这几日左拥右抱，很是潇洒呀。蛇公难得消息这般灵通，我也不想啊。
只是这消息在满长安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想不入耳朵门。你叫我来就是为了教育我？其实是有件事。你要求我了？这不马上斗香会了吗？我这些年一直担任香判，可最近几日身子有点不太方便，腰腿皮了。嗯。哎，真受不了你们这些爬行类妖怪，动不动就蜕皮。说吧，你到底帮还是不帮？求我。求你啊！好啦，我帮。不过呢，不过什么？说起这斗香会香判，我对香可是一窍不通，我怎么当得了呀？这斗香会会来很多老道的香判，你只需要跟着他们附和就行，并且凌霄也在，他会帮衬你的。我的事说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行，大人，该跑堂前了。之前的事是我偏激，别生气了。我念了好多只妖律，都可以倒着背了。这糖糕是我特意去求的玄风，让他偷偷做的，味道可还跟之前一样。前些日子所损伤的腰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该去跑堂前了。小心！什么情况？我人缘好呗。那明日一早，我来接五娘子去斗香会。嗯。表妹，你这是？明日我可能看不了热闹了。受人所托，要做香判。那明日还请表妹多给几分薄面。斗香会。今日来的江畔，都是当世的品香大师，比如谢老、高老。不过大人，您记得离他们远一点。为何？您打过谢老的二侄子，做过高老的小外甥。不过啊，最厉害的，还当属今日的主判安碧罗。安大师来了，各位官人，安大师，安大师，那便是安碧罗，好久不见当今哦不，100年以来最好的调香大师。
大师，好久不见。他的评判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的胜负。你口水可流出来了。敢问，这位娘子是？安大师，柳娘子身体抱恙，今日只能汉而缺席。这位是皇后娘娘的同胞妹妹，五国公府二娘子，清河县主。原来是县主。安大师不必多礼。敢问县主可也懂香？略知一二。在安大师面前提起香道，那岂不是班门弄斧？任谁也只敢说自己略懂一二啊。县主，您说是吧？县主谦虚。这位可是玉珍坊的凌霄掌柜。你竟然认得我！玉珍坊的香闻名长安，我也是略有耳闻。今日斗香大会，还请清河县主和凌霄掌柜不吝赐教。哪敢说赐教啊！你，安大师认得我，安大师认得我，安大师这……凌霄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啊？什么味道？好像是狗腿子味儿。狗？哪有狗？这味儿太重了吧？哪儿的狗腿子呢？哎，狗！你说我狗腿子？就凭他是安大师，我也认了。此次斗香大会分为凡品、能品、妙品、一品、次级，依据品级选出评级最高的香，进入最后一轮，最终由在座诸位与相判共同选出最终胜者。而今年的奖励正是举世难寻的齐角椒。贞姐，怎么是你？我家柳娘子呢？梅郎君如今这般喜欢凑热闹，你来这儿我不放心，只好托四哥带我过来。更有安碧罗安大师作为相判，有请安大师。长安斗香盛会，起！在下乃齐州九合香坊调香师，这些年游历海外，寻得莫罗国的沉香，配以苏合油封存100日，调得乐油香，献给诸位官人。配方倒是精简，可沉香有何可奇啊？高老说的是，我看这香倒是挺有意思，木香中似乎带有石蜜的味道。敢问这位郎君是？昆州裴季雅。难怪裴家香料名重天下，早听闻裴郎君于香道之上也是颇为精通，想来便是做了香判席，也无人敢与智慧吧。先燃香试试吧。
这馥郁香味中还有股什么味道？是血腥味。安某并未闻到丝毫香气。这姓安的怕是感染了伤寒，鼻子塞住了。胡说！安大师品味超群，这叫不同凡响。哦。 清河县主，敢问为何只给凡品之疾呀？我觉得这香气中有一丝血腥的味道。血腥？县主不妨详解。此香虽奇，但采割颇为不易。听闻莫罗国的奴工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悬崖峭壁，只为取得沉香木的香蜜，过程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与汗水。想来县主也是想到了这里，才觉得这乐油香名不副实了。这位郎君，博学多闻。 香变豆香，对我贞洁起眉弄眼做甚？切！此香名为旧时香。旧时香，这名字起得也太随意了些。此香乃是我自行创制。罢了罢了，裴公子。 先请吧。
就是像。小妖怪，小妖怪，小妖怪，不是不带你玩，是你没法子跟我们玩。半口气，人无力，摔了一跤不得起。半口气，人无力，摔了一跤不得起。半口气，人无力，摔了一跤不得起。半口气，谁呀？他不能跟你们玩，我可以呀。就你。听说你是我表哥，我们一起调香吧。我要梅蕊、杜鹃，这么多够吗？再加腊茶末也来一些，郁金、藿香、甘草都要，还有白米。裴公子千里迢迢而来，参此盛会，为何拿出来的香料却是如此平常？大师有所不知，我这香只为一人而燃。县主可喜欢？喜欢。可见少年时园中百花盛放，秀视春光。不过，你为斗香会准备了这么久，又不远千里而来，只为燃这回忆之香，多不值得啊！听闻作诗者，有人为天下事，有人为一人事。我不为天下人欢心，只为讨一人欢心。此刻还有一旷世奇香，出自安碧罗安大师之手，作为斗香盛会的压轴之作，邀诸位共尝。安大师的香，安大师，他已有近2、3年未亲自调香了。果然这次不虚此行啊！确实。四角斗，器型这么大，雕工这么精，真是难得一见呐！这香炉由灵异通天4角所雕，世所罕见，但论价值，不比其中香料万亿。那此香何名呢？麒麟香。麒麟香。原来这就是麒麟香啊！我听闻此香乃是安大师新作，集天地灵气所成，然之可上乐9重，香闻数里。若岁岁浸淫其中，可使人青春不老，精力不倦呐！何方子制成？以凤羽为主料，再将龙鳞研磨成粉，辅以苏合、安息、龙涎等100种香料，和匀
需千日而成。哎呦，凤羽龙鳞啊！故作玄虚，这世上哪会真的有传说中的东西？不许这么说，安大师，他一定自有用意。这安大是认真的吗？怎么有股屎味？切莫多言，怎么能质疑安大师呢？大师所制之香，无与伦比，只能是我等凡辈层次不够，不能享受罢了。太丑了！谢了。我这香如何？这个，太丑了。此香确实不俗，似有些泥土清香，如春日之阳化隆冬之雪，万物出发，妙极妙极妙极！数年未回长安，如今的品味竟这般特殊了。妙极妙极呀！那，你给这个香打什么品级？大师亲手所做之香，我等怎可妄言评？我问你打什么品级？当然是一品。一品。高老，你呢？嗯。我样子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之前的香虽有差异，但好歹是香气。安大师这香，此香怎样？有股触碰的味道。触碰的味道？难道不是吗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不给人留半点颜面。诸位觉得呢？确实是粪土的味道。对呀，确实是粪土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就是不适合好人。你看，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。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，
什么也不懂。这麒麟下，我用了多大的劲儿！响中龙鳞，乃灵力之力；所谓凤羽，乃白鹤之羽。虽是平常，但取羽之法却讲究得很。羽是惊恐哀痛的诱饵，其汗下之语，才有与浓重与馥郁的香气。星翼气息，灵秀气壮，黑煞溃袭，邪魔尽散。珍姐呢？我知道你的痛苦，这安碧罗造下的无谓杀孽太多，你为旨滥杀，为行报复，将他控制，我能理解。可这身体终究是他的，你即便借此疏解恨意，也只是一时之功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是长安妖师猫公，人皆复杂，不如你随我回妖室，我会在继父铺为你找一具皮囊，助你修炼，再替你惩戒恶人，还你个公道。大人，既此事已了，我们即刻便回妖室，还是先和那帮人交代一下。陛下，说到底，还是要把我送给那些人。报，东侧卫巡道人。报，西侧卫巡道人。报，北侧卫巡道人。别报了，巡道人再报。什么毛公，一点妖力都没有，分明就是骗子！在那边。真姐，不是，他们是怎么过去的？难不成还能飞过去啊？这不可能吧？在拖延时间，在我对付他们之前，先解决你这个骗子！后者有鬼！
你没事吧？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没事吧？小朱宇，小朱宇，你原来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梅司使，你刚才那一剑好帅啊！哎，我剑呢？梅司使。完了，我这以后真是梅家最差的那个了。梅司使，有没有考虑调来我们禁无卫啊？哎，梅司使，有没有考虑来我们禁无卫啊？哎，梅司使，哎，小朱宇，我先走了。小朱宇，我真的都不敢相信，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有没有考虑过来啊？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叫我过来？郎君，起脚胶拿到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我劝你小子不要多管闲事儿，走！兄台若救我一命，我昆州裴基雅任君差遣。走，快！血为引，听无令。既会画符咒，招式又与恩公相似，难道这梅竹雨也与长息宫有关？妖媚之物，自该斩除。可我不杀你。我知道斗香大会，你并非有意伤害无辜之人。选择安碧罗，也是为了震慑众人，让他们不敢再为一己私利虐杀生灵。他罪行累累，律法会给他应有的惩罚。恐惧会夜夜与他相伴。只是你，既恨已难消，难道真的要以怨气为食，生生世世？太
玄太星，应变无形，心会明镜，六神安宁。散。是你？都是安碧罗干的。是。为了一己私欲，竟残害这么多生灵，真是……你为何在这儿？想到安碧罗中邪时说的话，于是寻了线索而来。这里是他2个月前住的地方，我猜与斗香会有关，就过来看看。我也是，可惜只剩这些残骸了。错了。今日我好不容易与他在一起，别说你是他的一缕残魂，便是天帝来了，也不允许扰了我们。小泥鳅，小泥鳅，爷爷不是泥鳅，反正我给你买了炸泥鳅。白蛇郎说过，小妖受伤呢，需要以神补神，以形补形。哎呦，他跟你一般大，你怎么入口啊？哎，我不管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啊！大爷说多少遍？本大爷是玄蛇，玄蛇！对，你不吃算了，不吃我吃。我这可是上等的好墨啊，幸好没弄坏。这样的好墨最适合用来作画了。我准备画一本妖怪图册，送给柳娘子作为礼物。你认识的妖怪，都是从桌上那本《妖鬼札记》中看来的。前人已有记载，有何可再画的？无非是食人牙慧，画蛇添足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可是记录妖鬼精怪最全面的书了。你能把本玄蛇认作泥鳅精，可见这本书也没什么好看。你，妖怪乃天地孕育所生，千变万化，你们凡人未曾听说过、见过的，又何止一二？不像我这等大妖。你是大妖，
那你肯定很见识广博，什么都知道喽。免得你总缠着我问，心烦得很。我就说上一些与你听吧，也算还了你最近的照料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慢点说，你边说我边画啊。山中以虎为王，今日先说与你听的，是一只千年修炼化了形的虎妖。此虎巨牙凿齿，双目有神，因修火术，眉间一抹火形印记，身高3尺，妖力暴涨时可化为8尺大妖。哎，他妖力何时暴涨？命门，也就是眉间被袭击时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画得如何了？可上天入地占领一方山头的虎妖，竟被你画成这副模样。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，有特点。怎么样？画得真不错，栩栩如生。怪不得觉得那墨奇怪，竟是藏了邪术的。哼，倒是可以给妖氏找点麻烦。不好！
梅兄，这几日未曾在玄剑寺见到你，我可听说了诸多市井流言，究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连我都分不清楚了。啊？你都听了些什么？我听城里大家都在传，一会儿说你被清河县主赶出了长安，一会儿又说清河县主另结新欢，啊，一会儿还说有2位郎君自请入住国公府，就如夏日里的瓜，一茬接一茬，一茬接一茬。我前面的故事都还没消化完呢，这不又听说了斗香会之事，说是武艺高强的梅家郎君救了县主。我一寻思，这般优秀出众的，那肯定不是我们梅四郎吧？好了，别嘴贫了。一大早找我，有什么事？有事，大事。梅兄，这个案子确实是有点棘手。小泥鳅，吵什么？这满屋子都是血迹。怎么变成墨了？哪来的血迹？多半是你昨夜没睡好，看错了。小泥鳅，你看我画的画，这虎妖怎么变淡了？许是你的墨没研好吧？不可能，我从小就研墨，墨没有问题。你在质疑本妖？我没有。还想不想听其他妖鬼的故事？想听，想听。今日，我们先讲那传闻中的16妖皮宁。他的头原本是一颗石榴，但平日里却扮作貌美女子示人，以长发掩盖异状。打斗时便疯狂摇头，甩掉长发。里头的石榴籽取之不尽，如同飞镖，正是上好的暗器。哎，打斗时会摇头，小泥鳅，你当真不是在诓我？我诓你做什么？就像你们人间那个什么来着？拨浪鼓。哦。我还曾与一只鹿妖打过一架，那东西的眼睛长在背上，四下转动张望，能眼观六路。头上鹿角4只，极为锋利，
听闻他惯爱在带毒液的树皮上抹酒，时间日久，一炼就剧毒，极为难解。这世间啊，不仅花木、动物可化为妖，器物若见了血，更为嗜杀。有一妖，便是人间赌坊中的玉骰子所化。据传有一日，赌坊中有人输红了眼，挥刀乱砍，血泼在骰子上，便生了血性。那骰子妖身形虽小，却异常狠辣，全身6面，21个眼睛，个个血红。越是见血，越是兴奋。我还记得，曾有一处寺庙荒废多年，前院尚存一只残破的佛，虽无法助手，却能借破漏处御风前行，并吞吐风声，以作攻击之术。天上星多月不明，地上诡谲事不平。话说，就在昨夜，一只恶妖在长安出现，其形如墨似烟，变化万千。看来这长安是要人心惶惶了。听说了吗？这长安出现了妖！哎，我听卖烧酒的说是只猪妖。你放屁！明明是敢问二位，所谈妖怪是从何处听说？嗨，这城里啊，不少人都传开了。哎，走了走。哎，你说谁是猪？你不分析大武功吗？你全家都是。梅兄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听闻长安已有不少人开始讨论妖异之事。不可能，我们明明一再嘱咐附近百姓，不得对外多言，就怕引起人心不稳。此事才不到1日便传到这种程度，不仅是几句流言这么简单。梅兄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梅兄，所以你是想让我去查莫方的登记名册？我看的痕迹关键在墨，而墨中之力并非妖力，更像是一种邪术。邪术是啥？你们可曾听过压胜术？没有。简单来说，是一种禁术，施术者未经多年修道，而是以肉体为代价习得此术。那梅兄，这个案子是怎么看出是压胜术的呢？对啊，但凡妖物死后必定化为原形，哪有凭空消失的道理？既无实体，那便不是妖。压胜术便是如此，将自己的部分意识融入到外物之中，继而达到能操纵外物的目的。那老虎死后的痕迹，便是压胜术的外化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吗？给。那我们该怎么去查这个施术者呢？是从莫方入手？如今只能用此笨办法了。玄剑司办案，烦请出示一下账册。账册，那我小店的机密，你们那个什么司那也不能。行，劳烦跟我走一趟吧。徐介司，我可不要去。我拿，稍等啊。请公公。
您慢走。老板，刚刚那个人看的账册，借我看一下。你又是哪个司的？我这账册又不是大萝卜，什么人走过路过都要看一眼。哎，去！请看，你请看，慢慢看。这个是这个。四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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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哥！原来长安墨药出自这些画作。四哥，行了，起来，四哥，来，走开，住手！想救的就别过来。怎么样？小周瑜，清醒了吧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踹什么桌子呀？不是，我没踹。你没看着有什么东西过去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？看花眼了吧？哎，阿姐跟你说话呢，你看什么呢？阿姐又不在天上，看着天干嘛？阿姐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要问你。这裴家郎君和梅家郎君，你到底中意哪个呀？你专门传懿旨让我进宫，就为了说这个啊？梅家郎君呢，为了救你不顾一切，倒是个好人，就是这身世不行。裴继雅呢，身世相当，跟你也是青梅竹马，可惜你若嫁了他，怕是要去昆州了。唉。姐姐莫急，这选郎君本就是人生大事，是要好好斟酌。没有时间慢慢挑啦。真啊，你年纪大了，该成婚了。那再往后，就没人要了。我若是遇不到那一心想与之相伴的人，一个人也潇洒快活呀。去哪儿？这件事还没说完呢。你这些话说过来说过去，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。我若是寻不到情投意合的如意郎君，我是不会嫁的。你，阿姐，别气了，我是真的有事儿，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
看看，一天到晚没个正形。姐姐莫生气。尝尝，可以。下次再尝。小姨，慢点啊！我正跟他说，小姨今日也来宫中呢。那他说什么？他在多谢小姨上次帮他治好了病。真的假的？不就是风吹树动吗？我怎么一点都听不出来啊？怀里多好，不过一只墨妖，本大爷轮得到你保护？妖力竟还未恢复，真是作孽。
小殿下，花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谢谢小殿下，给了我一个名字。我叫元真，你呢？我没有名字。怎么会？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拥有自己的名字。可我不是。茶花，花，你的名字就叫花，好不好？花。往日悲欢离合，容梦逐客，最痛不过诀别那一刻。余生只为与你相拥。我本是枯木秀竹，因为遇见了你，才生出花来。花，可为爱陷落，又何错？月光下的呼吸凉我，我抱紧你，你却沉默。可偏偏花瓣都掉落，可为爱陷落，又何错？目光闪烁，回忆尽头，如何再见你回这些魔妖已遍布城内，须得先将他们引出长安。来得倒快。魔妖被破了！怎么可能？要是安公知道他让我做的事情失败了的话，冷君，
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老大，城内今日又出现魔妖踪迹，你白日里可有遇上？的确遇上了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让你去西市探查，可有什么线索？我大概知道魔药是从哪儿来的了。小四，小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四哥。我来看你四哥。听说你把小四揍了一顿啊？四哥之前神志有异，我只是帮他清醒。神志有异？因何有异啊？压胜术。压胜术？你们俩干嘛呢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去听我爹的骂了。他说我成日不学好，净看志怪杂书，才中了邪。那梅小郎君又怎么得知小四中邪的？我碰巧来看望四哥，才发现四哥不对劲。对了，四哥，你作画用的墨还在吗？我去看看。应该是用完了。那四哥无事，我便先走了。慢走。嗯？怎么了？五娘子可否同我一起？小四，我也走了。好，分解。